坎特雷拉回到宅邸去调配秘药了，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去找找他吧。这是家族所炼制的秘药，能够抑制利维亚坦的精神腐化。先服下它吧，只要能够发觉问题，我们就能想办法应对。你的体内存有岁主的力量，侵蚀本身也受到了一定压制，剩下的问题便是那些幻觉与低语。利维亚坦的情况，我大概从加贝丽娜口中得知了。斐萨列已与明氏抗衡100年，他的低语并非是什么无可应对的难题，我们也一定能战胜他。利维亚坦需要自己的代行者有足够的影响力，来为他传播福音。你既是拉古纳的桂冠，又为七丘的英雄王，完全足够成为他的首选。你与阿维迪亚的行动轨迹重合，黑潮造物会基于代行者的认知与经历被苏醒，而云闪之灵和飞莲之星，都不是黎娜西塔的原生残像。只是，你曾说过，被黑潮侵蚀是成为代行者的先决条件，但我身上依然没有被黑潮侵蚀的迹象。我怀疑，也许被侵蚀的并不是你。黑潮吗？我记得之前在寿元的时候，我有吃过一些，味道是怪怪的，吃了以后老想睡觉，睡觉的时候我还老是做噩梦。阿布的体内却有黑潮的频率，他体内吸收的频率太多，这缕频率恐怕是在潜伏阶段被掩盖了。你们共享着能量与生命，而你作为这种依存关系的主体，你自身的频率又叠加掩盖住了他的频率。利维亚坦真是好手段。我做错什么了吗？之前情况紧急，也是我让你去吸收的黑潮。我们没有预知未来的眼睛，你并没有做错什么。我知道了，我可以饿肚子，但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利维亚坦才是这一切的祸端。若想根治，我们必须去击败他，摧毁那座神国。据我所知，利维亚坦令神国降临的手段，是借助黑潮将整个里纳西塔覆盖，进而转化成巡游天国。我们已经解决了拉古纳与七丘境内黑潮爆发的可能，银海试验场和寿元的黑潮都被遏制。巡游天国为什么依然存在？你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极大程度延缓，甚至阻绝了巡游天国的数条降临途径，也是因此，才会逼迫利维亚坦推行他最后的计划。这位神明远比人类想象中狡猾。你所看到的这座天国，并不存在于现实，而是位于黑潮之中。费萨列的家主，家族守密100年，但事已至此，我们都需要你们的经验。我也是在明氏的低语被解除后，才看到那些古老记录上被扭曲的文字，在我眼中重新还原成了本来的模样。利维亚坦曾因人们对连结的渴望，化作心魔降生；因人们对海洋的恐惧，而化为巨鱼的模样。在借助信仰散播精神瘟疫的同时，人们那些恐惧、绝望、悲伤的负面情绪，同样都成为了他的食粮。先祖们推测，利维亚坦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吸收着人们的负面情感，
已经逐渐掌握并蚕食了黎纳西塔人的集体无意识，而他们认为黑潮的本质是黎纳西塔人种种负面情绪所汇集成的潜意识海洋。也是因此，利维亚坦才拥有了深海之主的名号。我确实在黑潮的幻境中听到了无数人的呼唤。在触发那道门扉之前，我也曾接收到人们恐惧、悲伤之类的强烈情感。越是强烈的冲突，越能激发我们最深刻的情感，使之成为我们的记忆与潜意识的来源。所以那位剧作家才会在黎纳西塔接连引发戏剧冲突，令人类不断陷入矛盾与挣扎，以此来为利维亚坦提供养分。末日将近，拉古纳人会寄希望于死后的美好天国，七丘则自古流传着另一个世界的存在，相信死后方生。利维亚坦或许正是提取了这些潜意识，顺应着这种祈愿，在黑潮中捏造出了虚假的未来与来生，巡游天国的幻境。若是如此，一旦人们的末日情绪达到顶峰，意识无限趋同于他的愿景，就像吉尔贝和那些已经被完全侵蚀的族人一样，他的融合全能也会因此得到强化，直至足以令想象与现实交融。巡游天国将如先前一般，直接降临现实。那时，所有黎纳西塔人的心智都将被他归统合一，失去思想与自由，成为唯命是从的信徒，与那些黑潮的造物们没有任何区别。你应在幻境中看到了，他抛弃了岁主的神形，模仿起了卡提西亚的形貌。这就意味着，卡提西亚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利维亚坦的目光还在注视着现实，你的认知也会因黑潮的烙印而被他读取。我们暂时仍无法将计划告知于你，但这一路上你应该也察觉了，你与黎纳西塔的联系比我，甚至比你自己想象中还要更加深刻。现在的你，不仅是绝望的代行者，亦是黎纳西塔希望的化身。去连接起所有的希望吧，这注定是一场围猎，也是一场最原始的，以光明对抗黑暗，以希望对峙绝望，纯粹心灵之间的战争。想要击败利维亚坦，我们都需要比以往更加坚实的信念。如果你心存迷茫，就暂缓自己的脚步，否则，新的道路无法为你展开。至少，拉古纳爆发黑潮的风险已经被遏制。我也大抵猜到他接下来想要做什么了。在天国的钟声敲响之前，我会为你们争取时间。如果做好准备了，下一步就前往七丘吧。诚如那位剧作家所说，届时，所有的一切，虚幻与现实，过往与未来，都将在那里交汇。
指示，有序转移。这种时候就别磨磨蹭蹭了，我保证，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哎呀，让我看看，这不是我们的空白之人吗？哼，竟然在这时候回来了，还以为你把我们忘了呢。看样子，你是从拉古纳那边赶过来的。气球这边发生什么了吗？你们似乎在指挥民众进行转移。是不应该出现的涨潮，或者说，眼下这种情况，压根不是一局涨潮就能搪塞过去的。黑潮的爆发没有任何征兆，造物的诞生更是毫无规律可循。甚至，我们在气球城外也发现了黑潮造物活动的痕迹。彻底之前明明还在压制着底层的黑潮，现在这些状况完全说不通。总之，奥古斯塔已经带队去桑古伊寺受援了，而我嘛，暂时就留在这儿，顺手帮忙将民众往安全的地方转移。这不只是七丘的灾难，拉古纳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是吗？拉古纳竟然也……还有阿维迪亚，那荒谬无理却绝不低头的家伙，命运偏要从对峙之人身上夺取些什么才肯罢休吗？现在的我，只是一位协助四方殿转移民众的热心人了。少了四方殿的条条框框，倒是自在了不少。只是，预言停留在了黑潮爆发、吞没七丘的那一刻。预言的凝滞，加上黑潮的异动，已经有很多气球民众开始认为，末日要无可避免的到来了。说的不错，要是人人都有你这份觉悟就好了。但，灾难面前，我们也无法苛责他们的恐惧与不安就是了。阿奎拉，有什么新的消息了吗？黑潮在三王峰附近出现了。它是桑古伊斯寿元的制高点，位置上也相对远离黑潮云的覆盖范围。在此之前，那里还从未出现过黑潮侵扰的先例。而且，三王峰曾因3位英雄王的造访而得名。许多祈求人都相信，正是由于英雄王们的眷顾，它才成为了寿元上为数不多的净土。如果连那种地方都没能躲过黑潮的话，我们有必要去看看那里的情况了。但七丘城这边，阁下，七丘城这里，元老院会负责协助民众进行转移，请前去协助我们的总督吧。我们的实力不及阁下，但仍希望能在这场灾难中尽可能的出一份力，请相信我们。我们生于七丘，
因不息的抗争之心得以立足，在世代英灵的荣光照耀下生长。此刻，又岂会无动于衷，坐待灭亡？拜托了，阁下。虽然不愿意承认，但这届元老还算可靠。也是，贪生怕死的蠢货，与奥古斯塔可共事不了太久。上来吧，漂泊者，我们去找奥古斯塔。到处都是黑潮的痕迹。这些黑潮造物总是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减少的趋势。战士们都有些疲于应对了。七丘的公共生骸虽不依赖于起源信标，但因为黑潮的侵蚀，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与故障。放心，七丘的战士们可不会那么轻易被挫败。三王峰就在前面，看起来他们刚经历了一场战斗，准备加速了。战士们要是看到你曾和奥古斯塔一起带领大家消灭神王的伙伴，一定会士气大涨。那是漂泊者阁下。搭档，你来啦！我们在大竞技场并肩作战，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没想到再见面时，就连英雄王这样的名号也成为了你的荣冠。感谢你的驰援，漂泊者。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尤诺，我们认识。哦，想起来。什么想不想起来的？忘了我之前说的什么了？别小瞧我的魅力。也许是相似的地方太多，我和他有些一见如故，就像是从很早以前就这么相处了。别看他一副不着边际的样子，却是个很靠得住的同伴。好了，奥古斯塔，快说说吧，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七丘一带的黑潮，按理说都应该源于寿元上空的黑潮云。但凡黑潮涌现，黑潮云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异动。而这场黑潮爆发时，七丘不仅没有观测到黑潮云的异常，也没有在三王峰附近发现任何特殊的频率波动。虽说我们都很清楚，彻地之蝎对黑潮的压制只是权宜之计，也从未停止过寻找破局之法。但就算如此，黑潮也不该在此时此刻毫无征兆的爆发。我们已经拦截了一次黑潮造物的袭击，利用锚定界石组成的阵列，在这里开启了抗石屏障。你这边有得到什么新的情报吗？竟然，原以为杀死神王就能断绝天国降临的因果，但利维亚坦的重生直接导向，不是创造了一条全新的因果。残心会还真是祸心不死，一直在暗中施展这种手段。总督阁下，黑潮又出现暴动了，已经有黑潮造物从中涌出，正在往我们的营地前进。利维亚特，还真是一点喘息的时间都不给我们留啊！
与你一同征战，这样的场景，真是久违了。战士们，出征的号角已经再次吹响，让那些亵渎七丘的敌人见证我们的无畏与怒火吧！能看见黑潮造物了，将他们一口气解决吧！与搭档一同作战，还是这么愉快。附近又有黑潮造物出现了，他们的攻势还未结束。他们的目标是锚定界石，迅速支援！之机，是我的错觉，这里黑潮造物的攻势似乎减轻了。总督阁下，黑潮造物转向进攻其他锚定界石了。那些决斗士们还没从先前的战斗中恢复过来，这边交给我。好，我们分散支援，一路小心。消波者，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刚刚结束战斗，我们周边的黑潮造物都处理完了，这就来与你会合。西南侧的基点又有黑潮造物出现了。是打算和我们打消耗战吗？这边的锚定界石也要被黑潮造物包围了。不对，不止于此，这些黑潮造物在专门瞄准防线薄弱处进攻。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是利维亚坦在指挥，他发现了我们人手不足的问题，在刻意分散攻势。卑子，死守锚定界石！这一进若是攻下，锚定阵列恐怕也会被一并摧毁。是想让我在战士们的性命与大局之间做出选择吗？也就是说，只要帮助战士们夺回这些锚定界石就可以了吧？北面就是我们的舞台了。莫塔里，向您致意。这边放心交给我们。利维亚坦的余毒，斐萨利会再次予以他们清算。这里有我。哎，这次可算赶上了。以英白拉多之名，我们会守护好这里的锚定界石。先解决眼下的危机，等会儿我们再细说。东北方向还有一个锚定界石，最后这个点位，交给我。谢谢，来自远方的英雄们。愿英雄之名永恒不朽。
战斗还没结束，一起上吧！没想到我们就会有与银海修会并肩作战的一天。伙计们，都打起精神来，可不能给气球丢了饭！虽然早对莫塔里家的异构武装有所耳闻，但还是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它的火力。毒药治愈了伤势，也许费萨列没有传闻中那么阴暗恐怖。那些落败的黑潮造物都被他吸收了，这是什么力量？黑潮中间出现了一个洞口，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给他们不断供应频率。还有黑潮造物潜伏在里面，在伺机准备发起下一波攻势。可恶，这样下去没完没了。如此消耗，不是长久之计。入口已经开启，是时候了。你想做什么？我的目标，自始至终，从来都没有变过，狩猎灵视。待我跃入黑潮的那一刻，这些造物便会应激回防。到时，你们只要同时收束抗尸屏障，就能一网打尽，封锁住他们的行动。进入黑潮？你疯了吗？准确来说，是前往巡游天国。这片蕴藏着浓郁绝望的黑潮，既是巡游天国的入口，也是利维亚坦的藏身之处。你的意思是，利维亚坦将巡游天国建在了黑潮里面？你在黑潮中目睹的那座辉煌的城池，并非是黑潮给予的幻象，它是真实存在的天国的雏形。过往的种种计划均已破灭，他已无法安心隐于幕后，只能亲自出手，散播天国的福音，而这也给了我们猎杀他的可能。现在，他正在继续尝试解除彻地之蝎的封锁，企图令黑潮自七丘蔓延至整个里纳西塔。但他的根本目的，是借人们对黑潮的恐惧，吸收更多绝望的频率，加快自己的重生与天国的构建。我们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去击败利维亚坦，摧毁那座天国，否则，他将如同在三王峰突然降下黑潮一般。令天国直接降临里纳西塔。摧毁天国的前提是我们能够抵达吧？那我们要怎么才能赶过去？生者若想前往巡游天国，必须先领受黑潮的侵蚀，其次，还需要有人先行，为后来者打开道路。黑潮中存在着某种空间异象。先行者必须借助碎主的本源力量破解，找到路标，建立链接，以帮助后来者找到方向。奥古斯塔，路标已由你亲手埋下，但它已经遭受深度污染，也只有碎主的本源力量才能将其净化。拿着这个，利维亚坦还在注视着这里，我无法完全说明，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明白。深入黑潮后，我会从中吸引利维亚坦的目光，将他的视线从现实移开。你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商议对策。
好了，子弹皆已上膛，那么我就先行一步，去平息这场现实的黑潮了。哎，不是，等等！至于你，漂泊者，假使你下定了决心，做好了一切准备，届时，我将为你指明通往天国的道路。我们地狱再会。黑潮造物正在大量聚拢回防，已经全数进入抗石屏障的中心封锁领域。奥布斯塔，诸位，就是现在，一同激活锚定界石！成功了！这算什么啊？那个女人自顾自地说了一大堆，也不管别人听没听懂，就这样跳进黑潮里了。巡游天国存在于黑潮之中，他或许所言非虚。辉煌的城池。落入黑潮时，我的确在其中见过这样的场景。我们会在三王峰附近搭建临时营地，用以观测黑潮。漂泊者，我们先回营地休整吧。转机一定存在。关于他所说的一切，我们集合拉古纳的英雄们，共同记忆。黑潮的本质，还有利维亚坦。好，情况我大致了解了。漂泊者，你来了。这个嘛，还是让他们亲自来和你说明吧。哟，能听见吗，漂泊者？黑海岸所有可出动的之花均已抵达黎纳西塔，艾弗拉德金库这里有我们协同防守，奇丘那边我们也派出了卜灵他们前去支援。曾经荆州名士的复苏太过突然，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但现在是时候让世界回忆起黑海岸这个名字了。我们已经和拉古纳共享了情报。情况紧急，我们长话短说。关于黎纳西塔的明示，黑海岸有一些重要的结论要和你分享。明示作为文明的心魔，本是一种无相无形、不死不灭的存在。根据英白拉多的结论，明示无法彻底被消灭，至多为其套上枷锁。
但这次你们要面对的明室有些特殊，是残星会借由明室宝石复苏而成的明室，这反而给了我们可乘之机。泰提斯推断，利用你体内英白拉多的力量，就能将宝石从明室体内分离出来，进而阻止利维亚坦重生。只要你能够将宝石带出，黑海岸可以利用泰提斯无限展开索诺拉的特性，将其无害化收容。而阿布在荆州那一战中，则表现出了吸收明室频率的能力。阿布或许能够将明室宝石暂时保管在自己体内。只是，明室利维亚坦，它根植于黎纳西塔人的精神与心灵，也只有黎纳西塔人才具有真正直面它的资格。我们也依照拉古纳人的意愿，将部分强大的共鸣者们传送到了三王峰那边支援。黎纳西塔的平民百姓就交给我们守护吧，战力问题无需担心。保险起见，我路上还请了外援。这边吞到羊咩肚子里，自欺者化作春花养料。一鸣，刀牙尽显。总之，你们只需考虑如何将刀尖刺入利维亚坦的心脏，而我们会作为黎纳西塔最后的防线，等候你们平安归来。若是没有黑海岸的协助，我们也无法如此安心、迅速的前来支援。这场灾难波及黎纳西塔全境，拉古纳人没有道理躲在气球背后，更不会任由黑潮肆虐气球，袖手旁观。气球熟稔于同黑潮造物作战，这里既是气球的主场，我们会听从总督阁下的战略与安排，若有需要，只管吩咐。感谢各位信任。七丘与拉古纳虽然久疏联系，但在灾难面前，我们皆为黎纳西塔的同袍战友，诸位也无需拘谨。这场劫难，皆因利维亚坦而起。若能以黑海岸的方案封印利维亚坦，因他而引发的灾祸，也会随之瓦解。那猎魔人说，要借助路标之间的链接才能找到道路。他指的应该是定向锚之间可以相互感应，在彼此之间建立链接的特性吧。如果黑潮之内还存在一个固定的定向锚，我们就可以顺着链接他们的纽带，找到前进的道路。我在被黑潮吞噬时，的确将一枚定向锚留在了黑潮里。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哎呀，这你就别管了。现在的问题是，那枚定向锚已经遭到了黑潮的深度侵蚀，需要碎主的本源力量净化才能激活。即使我们带上定向锚进入，单凭他的能力，恐怕也不足以攻克黑潮内的空间异象，完成开路的任务。我这里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受一位殉道者临终所托而已。安放着英白拉多最初力量的始源圣器，它的光辉
曾驱散整个黎纳西塔的黑暗。不过，这物件的多数力量已经被用于净化拉古纳海底的黑潮，余下的光芒只能为一人提供庇护。需有人带着他，先行进入黑潮，激活定向锚。那就由我来吧。开辟航道这种事，作为一名船长，再熟悉不过了。我也可以。我有避免黑潮侵蚀的办法。家族的密钥能够抵御明世侵蚀，低语也与家族自古相伴。我了解他的手段，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们不清楚那枚定向锚的具体位置，想要找到它，还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密钥的效用未必能够持续到那个时候，但我的体内还存有碎主的部分力量，我可以在黑潮之内坚持更长的时间。这个任务交给我最为合适。这盏提灯承载了那位主座所有的愤怒、悔恨、执念以及决心。既然你也拥有同样的觉悟，拿好它吧。坎特雷拉女士，家族的密钥还有多少？你是想，如果各位已经做好了挑战利维亚塔的准备，我能够调配出足以支持我们抵达巡游天国的剂量。只要黑潮里的定向锚能够激活，我们就能找到去往天国的路了吧？那看来要辛苦一下斐萨列的家主啦。漂泊者，这是黎纳西塔的灾难，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希望由你来背负一切，更不会让你独自对抗明世。而想要直面利维亚坦，我们也必须受到黑潮的侵蚀。玉女们也曾看到过黑潮爆发、吞没七丘的预言。既然无法逃避，那我们更不应在这里坐以待毙了。由我先行进入黑潮，激活定向锚之间的链接，保护你们在黑潮中前往巡游天国。这期间，我们会守护好三王峰的防线，除去黑潮造物的威胁，残星会恐怕仍有手段尚未施展。一旦定向锚被成功激活，我们会服下斐萨列的密钥，进入黑潮。至于现世这边，黎纳西塔人可不会脆弱到缺了几个领头的，就完全无法行动的那种地步。最后，就由我们在巡游天国会合，一同决战利维亚坦。漂泊者，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此时你所承负的责任与压力，并对此心怀感激。我们会持续观测黑潮动向，若时机合适，会协助你进入黑潮。这段时间，请先好好休息一下，做好准备吧。那位黄龙的来客，似乎知道一些与芬莱克有关的信息。如果纳布盖勒二世的提灯是从试验场带出的，那拉古纳海底被封印的黑潮，
在出发前还有时间，有必要再找他确认一下海底的情况。你来了，黑潮的带行者。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裘远，受明廷的命令，来这儿带个逃犯回去，顺便打听一些关于明氏共鸣者的事情。我本想寻找拉古纳的圣女，但最后兜兜转转找到了那位主座。她与明氏相连，知晓一切事态，却必须受缚封印黑潮，无法将其传达出去。在最后的时刻，他将这盏提灯托付给了我，希望我将它带至你的手中。那他现在
他的野心与罪业都已经坠入血河，但他仍以自己为代价，驱散了拉古纳海底的黑潮。也是如此，这物件才能到达你的手中。你们如今只需考虑这里的事了。死亡只是赎清罪孽最廉价的方式，而他从未觉得自己凭此就能完成赎罪。我要提醒你的是，据我所知，所有黑潮的代行者，芬莱克、密雅，还有更多人，他们无一例外，最后都迎来了同一种结局：死亡。我早有觉悟。你知道自己已经被黑潮侵蚀，即使是岁主的力量，也无法逆转已经发生的事实。所以，没必要额外挑选由谁进入黑潮开路。无论是谁，他们都需要承受更长时间的被侵蚀的痛苦。你其实一直都在和明世的精神侵蚀对抗，时刻压制着自己的共鸣能力，防止黑潮造物降生。你方才说的那些话，是故意在隐瞒自己的状态。你已经做好了一个人赴死的准备。如果你可以为一位陌生的殉道者，不远万里完成他的临终遗愿，那么，我也想请你帮我一个忙。黑潮会拒斥黎纳西塔之外的人进入，你的情况特殊，而我无法参与其中。但我会尽力协助你们，守护住地上的防线，去做你该做的事吧。当你做好准备时，死亡往往是不会找上门的。我不会将牺牲作为必要的前提来行动，包括我自己。对了，还有，荆州令尹托我向你问个好。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些人，也在等你回去。保重。尤诺，情况怎么样了？来得正好，黑潮的频率波动稳定，要进去的话，现在就是最佳时机。还记得我们曾去过的那片混沌吗？如果这里面是利维亚坦利用黑潮构建出的世界，那两者的性质大抵类似，都如同流向不定，充斥着未知与迷障的贪图。那个猎魔人是叫加贝丽娜吧？他与黑潮有着不小的渊源。既然敢将狩猎明士作为目标，那他一定知道如何在黑潮中找到道路。进入黑潮后，先在错综混杂的频率中找到他的存在，与他会合，让他来为你指明方向吧。很聪明嘛，至于方法，你知道的。尽可能多的经历、感受、理解和他有关的一切，在混乱的频率之中，发现、追逐，并捕捉属于他的那一缕。总之，想方设法去牢牢抓住他吧。挑拨者，进入黑潮之后，一定要小心。还有我呢！
本部会一路陪着他的。无论如何，都请记住，你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都在你的左右。一旦机会到来，我们会立刻赶赴你的身边。如果你做好准备了，就上前来吧。长照不灭的太阳会照耀我们的征途。愿你所到之处，皆为胜利之所。没想到，黑潮里面竟然真的存在另外一个世界，而且竟然这么的神圣。啊，这里的频率和混沌之间有点像，却总给我一种阴森森、凉飕飕的感觉。好像还有东西在呼唤我。算了算了，我们还是赶紧出发，不要想这些了。按尤诺说的，仿照着在混沌之间锚定他的方法，就能和加贝丽娜会合了吧？我想想。在混沌之中，可以通过记忆、情感和联系锚定一个人。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啊，那个加贝丽娜，她总是唰的一下就出现了，怪怪是嗖的一下就又走了。什么信息都没给我们留下。在生者世界肆意喧闹，在死后世界终归寂静。严静的安息笼罩纷纭的万类，往日荣光皆有苦难的渡河洗罚。有意者无从反顾，怯懦者无以跨越。迷途的小羊羔，你从何处而来？又要走向哪个彼岸？是那个怪家伙！你的敌意真是令我痛心，小羊羔。我明明是来帮助你们的，想要锚定他并不困难。小羊羔，你应该听说过黑潮拥有留存记忆的能力，它的过去与黑潮紧密相连，那些碎片就散布在这片黑潮中。那我们自己去找不就好了？如同人类混乱的潜意识一般，黑潮的世界可不稳定。每个看似有迹可循的道路，都可能因你们一瞬的念想而改变。利维亚坦现在正在这个世界的最深处，构建着自己的国度，试图以其为这个世界改换面貌。现在我们所处的，即是受到巡游天国频率影响所形成的完美无瑕的世界。而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才是黑潮之内最为本质的样貌。像这种充斥着憎恨、恐惧、绝望的世界，人们往往将其称之为地狱。
利维亚坦利用着自己同化融合的力量，欲将地狱与天国的世界融为一体，以天国的表象去遮盖地狱的本质。但由于天国的构建尚不完全，黑潮中会频繁出现世界交错的空间异象，无数的灵魂都在这不断轮转、光暗交错的罅隙中迷失了方向与自我，最终被那伪造的希望所引诱，走入了他的怀抱。还不到使用它的时候，节省一下它的光芒吧。我会为你指明方向，令你跋涉这片永劫之地。想要看见它，就去经历它所经历的那些荒芜与苦暗吧。届时，你将听到绝望的呼叫，看到亡灵们在痛苦中祈求死亡，你也将看到安于禁火中的灵魂。怎么，感到害怕了？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需要你。他的计划很美好，但黑潮中混入了一些异样的频率，我也无法判断对方是谁。这一路注定不会如他所愿般顺遂。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你没有别的选择，不是吗？跟上来吧，擦亮眼睛，摩肩利爪。现在，我们要开始走向那幽冥的世界去了。这里的时间远比现实缓慢，我们尚有大把余暇。耐心点，小羊羔，我会帮你盯着外面的。不过，能通过黑潮的烙印与你们对话，倒是省了我不少事儿。顺便，让那个小家伙也休息去吧。如果你不想他的侵蚀加重的话，这里有我就够了。阿布，你先回去休息吧。但是，好吧，我听你的。遇到事情就喊我，我会和你一起面对的。这里是地狱的边境，是世界交错现象最为频繁的地带。就像这样，上一秒我们还身处神圣天国，下一秒便是直堕无尽地狱。在这希望与绝望的轮回中，学会挣扎吧。这是你的第一课。前面的是加贝丽娜的身影吗？啊，我记得，这是他刚坠入黑潮时的那段记忆。那时的她还只是一个小女孩。我赢了。哎，你们看到了吗？那闪耀的共鸣力是一个孩子就能够拥有的吗？他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强大的决斗士，说不定还有望成为竞争总督位置的有力人选。可恶，只差一点！
如果不是因为共鸣力的差距，我明明可以。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才获得了这股力量？这股力量，似乎从我出生起就已经在我的体内了。与生俱来。真是不公平啊！我不承认，我接受过更严苛的训练，经历过更残酷的挑战。我明白，你们比我更强，都是值得尊重的对手。快去疗伤吧。你是在嘲笑我们吗？像你这种从未经历险恶，生来就得到命运眷顾的人，根本不会明白。不，我是真心认为，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他们都比我强大得多。还有很多人，他们也都比我强大，却同样从未获得过共鸣力。为什么只有我获得了这份力量？对于不甘承认失败的败者而言，无论何种话语落在他们耳中，听来都是讽刺。命运从来不公，给予注目向来不需理由。无论恩宠还是嘲弄，人类应做的是坦然接受。他原本是七丘人，他是为什么离开了七丘，甚至一直都没回来过？而且他那时的共鸣力炽热又璀璨，与现在的他看起来天差地别。一切都是因为黑潮的诅咒。在他无法掌控这份力量，将诅咒变为馈赠之前，贸然回归，只会给黎娜西塔带去更大的灾厄。但那样又有何不好？你一边说着要与利维亚坦为敌，一边又不在乎人类的际遇，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这二者并不冲突。以仇恨为纽带建立的联盟，未必就不够坚实牢固。更何况，我只是一只残象，杀戮与饱餐才是我唯一要考虑的事情。我只站在我自己的这一边，各取所需而已。他也接受过我的恩赐，仅凭他自己的力量，可活不到现在。不要急于寻求一切的答案，去体验，去感受吧。他已经尽可能地为你清理了幽冥世界的道路，但真正的威胁潜藏在光明之中。利维亚坦在创造天国时可真是煞费苦心，多么完美，完美到无趣，毫无活力。此等景色最适合用狂烈的暴力为其装点。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冷峻的外表下同样隐藏着一颗渴望战斗的心。恭喜你，小羊羔，你已经顺利通过了边境的考验。这时，加倍丽娜走过的痕迹。去领取属于你的勇敢者的奖赏吧。
也许你听说过，16年前，七丘爆发过一场巨大的黑潮，他也是在那时被其吞噬，落入了黑潮的世界。一旦被黑潮侵染，人类的共鸣力连同自身的频率，只会一点一点的被暗中蚕食。刚才我明明还在橡树洞里，这里是什么地方？我的共鸣能力无法使用了，怎么会？因为黑潮钟情于你，而你却拒绝了他的馈赠。现在，他们反过来吞噬你了，已经将你和你的力量全部吃掉了。阿奇利亚，是你吗？你为什么要拒绝他们？你的共鸣力天生卓越，只要再进一步，就可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甚至成为英雄王。难道你不渴望那道荣光吗？坦白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生来就可以拥有强大的共鸣力。你还有很多人，明明你们比我更有资格拥有这份力量。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在思考，力量的意义是什么。但你告诉过我，真正的强大来自于心灵，不该是依靠外力获得的。还有一个人，他说，力量的意义是要去守护他人。黑潮把我变成了怪物，让人们在我面前落荒而逃。所以，不管怎么看，我都不该接受这份馈赠的。说得好，我的频率已经所剩无几，看来我没有机会战胜你了。将我的力量拿去吧，活下去，代替我，代替我们活下去。为什么要将你们的力量给我？你还没有被黑潮完全同化，你比我们更有希望从这里跑出去。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黑潮之内，即是灭人，没有人会逃出命运编织的罗网。我知道你这人看起来总是很安静，可若是有人打了你一拳，你一定会加倍奉还回去。之前我一直不愿意承认，
但赛场上，你能够战胜我，是因为你有着不输于我的勇气与意志。你眼中的火焰不会骗人，所以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活下去，不仅要活下去，你要抬头挺胸，自由且骄傲地活下去，去代替我们，证明给所谓的命运看。人类呀，就是这样一种喜欢抗拒命运的生物，甚至能够将希望尽数寄托于一人之上，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不会向命运俯首称臣。即便如此，他的力量已经被黑潮污染，无法使用。那时的他就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丧命。但他最终还是走了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向死而生。我们继续前进吧。痕迹中断了，前面似乎没有通路了。利维亚坦将信息隐藏在了另一个世界中。夏阳高，你手中的岁主大权是时候使用了，用它来分离世界，改变世界吧。很好，如遇阻碍，就动用这份权柄。深渊之旅无从折返，这是命定的行程。人们总要学会向下，方能得到上升。他也一样。我依然记得，共鸣力被黑潮污染，他只能凭借最原始的本能与血肉，与那些怪物战斗。然后，他就那样一路厮杀，来到了我的面前。但是那具躯体里的频率，也已被蚕食得所剩无几。真是稀奇。竟然有人类能够走到这里。黑潮会缓慢蚕食你的一切，直到你屈从于他们的意志。等待你的，只有被吞噬同化的命运。我知道，黑潮吞噬一切。同化一切，既然无法逃避，那就只好利用起来了。意图篡夺神明的权柄，必会招致神明的罚难。你可知道，前面还有更多的黑潮造物正在等待着你？现在，黑潮的力量在我体内，为什么我不能反过来使用他的力量？为什么不能是我来吞噬他们？这些虚伪的频率，
必须依靠我才能存活。如果这股力量不愿意乖乖听话，我会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他们的主人。那些人明明希望你能够活下去，而你却在这里以命相搏。这是为了真正的活着。连生存都难以保证的人，却要追求真正的活着，可笑。那我就活给你看。人类不管经历多少痛苦，都能活下去。不但会活着，还会抬头挺胸的活着。命运这种既聒噪又无能的东西，我绝不相信。反过来利用黑潮的力量，吞噬了其他的黑潮造物。有意思，说不定。黑潮之内，其实命运没有人可以逃出命运编织的罗网。好痛，但是已经能看到光亮了。将我们最后的力量与希望带上，活下去。你要抬头挺胸，自由且骄傲地活下去。还差一点，不能放弃。可惜，人类的血肉还是太过孱弱，这具残躯里的频率已是千疮百孔。不过，这也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就让我再帮你一把吧。你帮助他逃出了黑潮。你当然可以这么认为，不过我可没有说过我的恩赐没有代价。但我依旧无法理解他所谓的为了真正的活着。如果不能驯服无法控制的力量，便只会被力量驱使着苟活，那不能称之为活着，更不是那些人想要看到的结局。他大抵是抱着与那些人相似的觉悟，就算做不到这件事，也要像将希望传递给他的人一样，把希望传递给下一个人。无法理解，我只知道没有我的帮助，他可走不到现在。他的僭越已被神明标记，即使逃出了此地，依然会遭受黑潮造物无止无休的追杀。黑潮的命运迟早会再次追上他。为了避免招致灾厄，他离开了黎纳西塔，前往远方流浪。被黑潮侵蚀、失去所有力量的他，起初唯一能做的只有逃亡。他的确很聪明，渐渐学会了利用黑潮的波动，感知残响潮的动向。即使自身难保，也要在荒野中奔走，为人们预告恶兆。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对这个身负恶火的女孩言听计从。
人们更愿意相信灾难是因他而来，甚至将他的火焰与传说中的残像加倍利纳联系到了一起。加倍利纳原本是一只残像的名字。在大地上散播恐惧与恨意的永火恶魔，痴迷于引诱人类投身似火的可怖存在。他曾假借他的威名挽救过许多生命，只可惜他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自身的弱小，最终他也成为了他无法逃避的宿命。出逃之后的故事，黑潮已无从获悉，就由我来讲给你听吧。这火焰，他是那个火魔加倍利纳。是假的。伪装成加倍利纳，利用恐惧驱赶人类。但很可惜，这一次真正的加倍利纳来了。只要这世间的恨火还在蔓延，他便能依靠这些频率不断重生。好吧，就像往常一样。齐美兰，把你吞噬的力量给我，只要能将它吃掉，就能阻止它的重生。和我谈判？这是危险，没有我，你也活不了。你不敢与我一同狩猎，或者一同赴死，选吧。你应该知道代价。在那之前，我会先驯服你。但现在，不死的恶魔，我来上！啊！这个名号归我了。想清醒地保留这些罪火，你会为此承受100倍的痛苦，值得吗？走了，狩猎继续。为了吃掉那只火魔，他向我出让了更多自己的频率。自那之后，我们的契约已然签订，经由我吞噬的，都将转化为他的力量。他是靠着不断吞噬残像，一步步成长到现在的。契约总有代价。若无其他频率补充，我将蚕食他的灵魂，直至收割他的一切。为此，他必须去进行这场永无止境的狩猎。过于弱小的残像只配成为我的食粮，只有足够强大的存在，才有资格与我并肩。若想继续成长，他便需要学会猎杀更加危险的残像。意欲吸收意志的力量，又不愿舍弃自己的人性，只能与那些残像频率展开更惨烈的意志拼杀。歧路同归，一旦他承受不住，一旦他的意志崩溃，你同样可以彻底蚕食他的频率，借他的躯体重生。我曾为他的残躯补充了频率，帮助他逃出了黑潮。
这不过是一些迟早的报偿。真正帮助他逃生的，是那些人类的灵魂。你抓住了他频率残缺的机会，寄宿在了他的体内。说到底，是因为你也想逃离黑潮吧？我承认，几百年来，我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他拥有着不会在穿越交界时迷失的灵魂，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宿主。而且，苦难有时亦是恩典。如果不经历那些苦难，他又怎能领悟力量的意义，成长到如今的程度？命运让他目睹了太多悲剧，激起了他的怜悯之心，却收走了他救济众生的能力。他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而我则为他提出了一条从命运那里夺回力量的途径。做出选择的也是他自己。他很乐于践行此道，甚至总是不肯停歇，仿佛这世间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他的弱小导致的。让我想想，他体内像我这样的存在，应该还有4位吧？哦，连我也差点忘了，还得算上那只火魔加贝丽娜。我也下意识地将加贝丽娜当做了她的名字。那她的真名是？这个问题，你还是自己去问她吧。你来了，没来晚吧？不早不晚，刚刚好。一人一边。黑潮的荣卫，明罗多，又见面了。本想帮你再多清理一些路上的怪物，没想到被他拦了路。路上的那些怪物，全都是你一个人解决的？算是吧。只是这里道路太多，瞬息万变，我也无法确定你最后会走哪条。但不论你最后要选择哪条路，我都想尽可能的多帮你铲除些阻碍。你已经帮我解决掉不少麻烦了。你也一样。有些事，光靠我一个人可办不成。至于剩下的事，先把眼前的麻烦解决再说。还有最后一件事。猎魔人，你没有必要做到这个地步，将我的灵魂一并吸收了吧。这里残魂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给我坚持住，我会将你的频率从中剥离出来。别总是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扛着，偶尔也可以试着依靠他人。谢谢。
既然人类的频率能够减轻你吸收残像时的痛苦，为何不让他们在彻底沦为残像前发挥最后一丝余热？有些事想做就做了，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给予你力量，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种事上浪费时间。你理应解放自己的本性，带去恐惧与杀戮。你的放风时间暂时结束了，先老实待着去吧。看起来，你已经把他驯服了。想要驯服他也没那么难，只要变得比他更强就行了。哦，还有，让他保持饥饿，然后定时定量投喂。加贝丽娜，别以为自己已经赢了，我们之间的狩猎不死不休。是吗？我觉得阿布比他可爱多了。刚才你使用的是岁主的分离力量吧？还有那个神奇的小家伙，也难怪卡提西亚会敢于提出那样一个疯狂的计划。即使到了这里，天国的频率也依然没有稳定，证明利维亚坦的意志还未完全占据主导。计划的前半段，看来已经完成了。你拥有黑潮的力量，但却并非是黑潮的代行者。看来我无需多做解释了。如果你也在寻找代行者，那你应当看见了利维亚坦所创造的那末日的景象。他本该承受着岁主的束缚，如今我却感应到了他的异动，归来便是为了狩猎他。而我循着他的频率，找到了你。利维亚坦的大部分力量的确在我的体内，但他有部分频率逃离出去了。我正在追捕掌握着那股力量的人。那枚宝石已经被投入了黑潮。如今的局面，只意味着一种可能：利维亚坦即将重生了。失去了岁主的枷锁，利维亚坦回归黑潮，已化作最原始的频率态，如水归海。我们必须先捕捉、固定住它的频率，才有击败它的可能。还有办法，用我，利用他无法摆脱的融合的本能，他一直渴望收回的我体内原本属于他的力量，那份神性。那份神性，早已和你的人性密不可分，频率相差无几了。正因如此，才能固定住他。刚刚苏醒的他，没有任何自主甄别信息的能力，只会无差别吞噬吸收所有频率。只要能诱导他吞噬我的人性，便可以以我为基点，锚定住他的频率，令无形之物化作有形的存在，进而创造出击败他的机会。如果利维亚坦现在正躲在黑潮里，我知道你有办法将我的人性送进黑潮。但你也应该知道，你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相信所有想要保护这片土地的人，相信他，也相信你。黑潮无法读取你我的记忆，这件事只能由我，由你去做。猎魔人，我会成为你的第一颗子弹，将我的生命压入你的枪膛，射向利维亚坦的心脏吧。待时机成熟，
我会在他们面前杀死你，为利维亚坦献上这场必要的死亡。余下的事，还要拜托你了。在那之后，你会被人怀疑、误解，甚至刀剑相向。一切，辛苦你了，猎魔人。借助岁主的神权剑，提前将他的神性分离到躯壳之中，再经由黑潮的子弹吞噬他的频率，我就可以将他的人性送入黑潮的世界。利维亚坦无法甄别信息，只会受他人认知影响。我们必须让与圣女关系最为紧密的人坚信圣女已死，才能让他放下警惕，为圣女做好伪装。至于剩下的，卡提西亚已经锚定住了明示的频率。现在我们只需要考虑如何汇聚力量抵达天国，迎战利维亚坦。放心，我还没有自大到那种程度，认为仅凭自己就能击败明世。与末日对抗，也绝非是一两位英雄在关键时刻殊死一搏就能搞定的事情。那总是一场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漫长的博弈。在这场围猎中，我只是要在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前，为他们预先清理出道路，校正准心，扣下扳机，射出第一颗子弹。或许，我也是在赌呢。人们在末日面前也会犹豫，会恐惧，也有很多人并不缺乏勇气，却从未得到命运的馈赠。但如果我有可能遏制一场灾难，我就会去做这件事，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只要确定，在饮尽杯中最后一滴酒后，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出赌上一切的觉悟。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我留下，与利维亚坦纠缠在一起，延缓末日的降临，也算不上一无所获了。而且，我赌对了，不是吗？我们一般把这叫做相信。奥古斯塔埋下的那枚定向锚，我能感应到它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要先穿越这口巨井，前往黑潮中更深层的境界了。越深入黑潮，利维亚坦的精神侵蚀也会变得更加严重。带上这个吧。这盘磁带是我从拉海洛地区淘来的孤品，能够辅助记录一个人最本质的频率，在这儿刚好用得上。具体的原理我也不懂，不过这个时候也适合来点音乐。这首歌有名字吗？一般来说，会以刻录者自己的名字命名。所以，你的真名是？等一切都结束了，再告诉你吧。把它当做一个小小的约定，约定好，我们都要完好无损的活着回去。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吧。最主本源力量的使用方法已经知道了吧？如果遇到过不去的阻碍，就试着改变世界。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敌人？是利维亚坦为自己创造的眷属，不过是一群空有躯壳的伪物罢了。怎么做？要想办法避开吗？杀过去。正合我意。无需保有联盟，他们自有安息之地。机密，残响之一。又一位尼罗多，想要派他拦住我们。正好，这首曲子也该进入到高潮部分了。结束了。有一些朦胧的歌声闯进来了。切换世界看看吧。终于到了地狱的真正入口。你的爱儿闪耀，我们虔诚的团结在一起，怀着由衷喜悦的忠诚之心，跟随你的指引，我们自海中上升。死物长出口舌，日夜颂唱赞歌。这就是被黑潮腐化的造物们最后所呈现的状态。若是巡游天国降临现世，所有黎纳西塔人也都会变成这副模样。哼，他们这是在排着队向神明颂歌献内，请求着他的恩典呢。因为自身过于弱小，如果无法得到利维亚坦赏赐的智识，最后就只能成为其他造物的养料。不知疲倦、不眠不休的膜拜巡礼，虔诚却不知去向。从此岸到对岸，从天国到现世，直至吸引更多的信徒同归天国的怀抱。然后，他们便可以去到利维亚坦那里领赏。其实有这磁带环节，我们也不能长时间暴露在这些圣歌的影响下。奇美拉，不需要你命令我。安静！你们这些卑劣的灵魂，天国已没有你们的位置，在地狱里继续沉沦，燃烧自己吧。奇美拉似乎在这儿很有权威。我回到这里就像回到了家一样。若是论辈数，他们也得尊称我一声先祖。利维亚坦有一点没有说错，唯有恐惧才是所有造物心中最古老而又永恒的情感。又回到了这里。由利维亚坦塑造的，原本只存在于七丘传说中的冥河。与黑潮造物接触过的人们都有可能出现幻觉，陷入幻境后，他们最先抵达的就是这里。我们内心深处的愤怒、悲伤、痛苦，都会被利维亚坦读取，汇聚为这样一条记忆的河流。但这条河流倒映出的，依然是我们自己，所呈现的，不过是我们潜意识里最害怕发生的事情。所以那时的我，才会看到那些不祥的画面。但你为什么又会出现在那里？我的意识能够在现实与黑潮的世界中穿行。我曾在其中往返，尝试唤醒那些误入此地的人们。很多时候，人们并非因为看到地狱而感到恐惧，而是因为恐惧，人们才看到了地狱。
看到了吗？在这幽冥世界的尽头，那即是巡游天国。通过我，步入璀璨灼生之途；通过我，进入制服永恒之城。无论利维亚坦如何改换说辞，都改变不了他那蛊惑世人、伪造天国、亵渎灵魂的行径。这片湖泊，似乎和我之前看到时，变得有些不一样。冥湖，众灵汇聚的湖泊。或许，你曾听说过它的另一个名字——马涅斯之底。利维亚坦以黑潮重塑了他的面貌，让这里成为了熔炼灵魂的熔炉。拙劣地模仿着碎种为回音生物塑形的行为，为自己创造忠诚的眷属。他的素材便是这些沉溺其中的、被黑潮所吞噬的灵魂。怀念？不，我的心中只有复仇的怒火。这里是奇美拉诞生的地方。你是指我，还是指我们？我自大地上流淌的怒意中降生，狂怒浇筑了我的脊骨，杀戮锤断了我的胸膛。我曾撕裂无数阴魂的甲胄，将肆虐的火雨赠予原野，枕着万千凄厉的哭嚎酣眠。世间生灵都曾铭记并畏惧着我的存在。但利维亚坦，他以奸计将我拖入黑潮，使我的频率腐化退行，强制我与那孱弱的羊与蛇扭曲的组合拼接在一起，融为同一个个体。自那时起，我们的频率就在不断的相互啃咬、撕扯、折磨。那些被他的意志所扭曲而产生的痛苦，我定要加倍奉还，将它啃噬殆尽。奇美拉是利维亚坦融合了3种不同原型的强大残像频率，创造出的第1支黑潮造物，是利维亚坦的第1支眷属。也别指望他能有什么善心，纵有千万知识，也不过是头被本能所驱使的残像，生前恶行累累，死后仍被复仇的执念裹挟。这份执念倒是帮他摆脱了利维亚坦的律令掌控，也是因为我们的目标相同，这次行猎他还算听话。这些人类的频率正在黑潮的污染中沉浮，但他们仍在凭借生前的最后一丝意志与侵蚀对抗。利维亚坦只能将他们囚禁在这里，用收集来的那些痛苦缓慢折磨着他们。
要杀利维亚坦，仅这一个理由就够了。只有击溃利维亚坦，才能彻底解救这些灵魂。奥古斯塔留下的定向锚就在对岸。恐怕不行，湖水已经昏暗，污染变得更加严重。贸然前进，只会引起黑潮的暴动。邪恶的鬼魂们呐，不要再希望看见天堂。我此来是要把你们渡往对岸，渡入地狱幽冥，渡入烈焰与永霜。至于你们，生者不该有这条渡河经过，快些离开这里，去寻找别的渡口吧。离开，别在这里当亡魂的旁伴。眼魔没有发现异常，手持长杆，目如炭火。如果这里是利维亚坦根据气球传说构建出的冥界，他或许就是那位冥界的船夫卡戎。这些被利维亚坦虚构出来的角色，只会机械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那个提灯造型的终端借我一下，我来和他交涉。你们心中的傲气来自何方？对我的话语，为什么要抗拒阻挠？我们来到这儿，乃是至高神明的旨意。借由他的圣声，我们要去往对岸，为良善的死者留住尊严，为坚韧的生者夺还希望。死者之舟无法承载生者的重量，与渡河者需将生前的富贵荣华一并弃养。传说，卡戎喜金银财宝，生者若想请他摆渡，便需要给予一定的财富。那凶案正等候着所有不畏神的人。若是心存执念，不惧死亡，便上船来吧。我们到了。刚才那一路上，似乎有些太过顺利了。我一直在让眼魔盯着他，
我的直觉也在提醒我，他身上存在诡异。我们还是要多加警惕。定向矛就在前方，我们尽快去将它激活吧。它的能量也被黑潮重塑为了另一种样貌。用碎主的力量将污染净化，就能激活了。成功了，终端的通讯功能应该也可以使用了。联系一下奥古斯塔他们吧。定向矛被成功激活的讯号，我们看到了。时间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家族的秘药已经备好，但我需要事先提醒各位。它本是由明氏之毒炼成，若是在未受侵蚀的情况下服用，秘药会产生引发幻觉的副作用，干扰我们的正常行动。如非做好了立刻进入黑潮的准备，还请各位暂时不要服用。地上防线已经稳固。黑潮的波动也很平稳。诸位，等等，有股异常强大的频率正在往西侧防线行进。七丘的决斗士都这么羸弱不堪吗？啊，如此盛大的终幕之中，这样的表演怎能让人尽兴？没错，这才是配得上终幕的戏码。刀剑不长眼，你们走吧。这个人留给我。哦，黄龙是没什么人了吗？竟然只派一个瞎子过来。荆州重犯伤痕，束手就擒，横竖一刀，或可免遭痛苦。在这样宏大的戏剧中，我可不能早早退场。我接到的命令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过我没打算带一个活人回去。你的项上人头，我就收下了。你来得太迟了，黄龙人。黑潮之下的他，即将重现世间，一切希望都将覆灭。你的话太多了。
你们的目光始终都在注视着潮水，却从未注意到天穹之上的威胁——毁灭，将如约而至。联络中断了。残星会竟然一次性派出了2位会见。弗洛洛和伤痕，他们出现的时间太过巧合，似乎对我们的计划早有预知。还有一直躲在暗处的克里斯托弗，恐怕这只是他们行动的开端。但眼下更紧急的事情是，由于残星会的干扰，黑潮突然爆发了。他们还未来得及服用秘药，都落入了黑潮。相信凭借他们的意志，能够抵御住黑潮的侵蚀。只要定向锚已经激活，就能为他们在黑潮中指引方向。小心！无需对此抱有烦忧，很快你和你的朋友们便会在永恒的黑暗中再度相见了。就此止步吧，一纸注定的一切永不容为伍，与命运敌伍只会招来更大的煎熬。残星会还真是看得起我们，竟然连您老人家都出马了。也难怪眼魔识别不出你的频率，以他的目力，还洞穿不了这如死亡本身一般古老的频率。我见识过不少能够操控共鸣力进行拟态创生的强者，但能做到完全模仿他人频率，甚至是为自己创造一副全新的躯体这个程度的，只有一个人，千面百貌的历劫者，残星会的会长斯瓦茨洛。这大概也是你借来的名字吧？孩子们费尽心思编排了这出剧目，又为我预留出了角色，我怎能扫了他们的兴致？在黑暗中沉寂太久，这把老骨头也该出来活动一下了。很敏锐，但这副基于古老传说而炼成的躯体已经足够了。回归的道路有冥湖阻拦，路标也已经被我摧毁。在此留住，我可以保证你们安然无虞。你将我们送过冥湖，实则是封死了我们的退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那么，答案显而易见了。我们的行程，谁都无法阻拦。啊，令人惋惜的答案。暴力本非我所愿，但在这场戏剧之中，我的角色任务是要让那位
能够终结利维亚坦的角色留在这里。这里交给我，去敲响天国的门扉，用天国的钟声去给他们指明方向。我有办法，事成后我会去和你会合。别忘了，我们还有约定。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抵达天国，希望就不会彻底破灭。走。也好，加贝丽娜，让我看看，相较于那时，你成长到什么地步了吧？现在只剩下我们了，还不能放弃，我们仍有希望。我会陪你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你看，通往天国的长街就在前面，只要战胜他们，我们很快就能抵达了，一定没问题的。黑潮的气势加剧了，阿布还好吗？没问题，我会速战速决。泽贝，又有敌人出现了。巡游天国就在眼前了。阿布的频率变得很微弱，快要感应不到了。别念了，头好晕。是利维亚坦的低语。他不上来，不上来，为什么？好嗨，好嗨！我真的。这些声音，什么都不剩，全都变成了废墟、残骸。我的想要守护的，还是没能守护好。也许祈求的石沉大海，这是费萨列注定的。我对您虔诚不二，请不要注定沦为让我闭嘴。听不到，我的歌声都去了哪里？脑袋好痛，要昏过去了。对不起，漂泊者，我阿布。荣耀，是在战斗中死去。孑然一身，有何意义？
要消失。这次没有换来任何。够了！欢迎，漂泊者，我们又见面了。为何要如此急于奔赴深渊？在剧本走向最高潮之前，我们理应拥有一个短暂的幕间。阿维迪亚的故事，是否曾让你感到悲悯与激愤？而现在，你也已知晓，即使是黎纳西塔的命运，亦有被碎主撰写的痕迹。那么，你是否怀疑过，在这世界上，同样有一个更加崇高的存在，在默默撰写着人类的命运？与战火中降生的女婴，为何注定要与神明抗衡，承受第二次苦难？因为是自索诺拉中诞生的存在，便注定要成为弥补空缺的核心。这一切的命运，由谁决定？这一切的苦难，由谁定夺？手若命运无法给予所有人同等的恩惠，无法给予所有人同样公正的结局。那便由我们撕碎旧日的剧本，成为新的执笔之人。无论你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你曾在黎纳西塔降下无数灾难，早已无法洗脱自己的罪行。哼，我个人的命运无关紧要，在那宏伟剧目的面前，我也不过是一枚小小的注脚。我同样会迎来自己的终局。若是为了剧本的完满，为了那宏伟剧目的落幕，我亦可将自己的陨落写进自己的剧本之中。但我真正的登台之日尚未到来。此方舞台，现在属于黎纳西塔的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你为阿维迪亚，甚至是为黎纳西塔的人们，书写了如此残酷的命运。当你拿起笔时，你的所作所为，又与你所厌恶的神明有什么区别？我绝不会信任你，将笔置于你的手中。诚然，我相信，一定有比我更适合执笔的人选。我们曾无数次向你发出邀请，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拿起那支笔的资格，理应为你所有。你的命运与黎纳西塔本无关联，如今为了帮助他们夺还命运，只身赶赴深渊。你，又何尝不是在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去拯救所有人？我知道，你拥有着不属于此时的力量，
他为你带来了过人的勇气，但很可惜，阿布的体内存在着无相显主的力量，而明氏的本源如一。若是令两股明氏频率相碰，利维亚坦便可以利用黑潮彻底侵蚀阿布，同时融合无相显主的频率，令自己完全重生。阿魔人，我没问题的。你似乎从未怀疑过他的身份。或曾想过，为何他在吸收黑潮之后会出现眩晕的症状？黑潮的本质你已经了解，也许与利维亚坦融合后，他的记忆也会被唤醒，从而找回自己真正的本质。如果你愿为此冒险尝试，我亦愿为你修改我的剧本。利维亚坦一直在挑选他的代行者，但他最初的目标并非是你，而是七丘的总督奥古斯塔。那位玉女以自身存在为代价所射出的一箭，不仅阻碍了天国的降临，也扰动了我剧本原有的安排。但初稿难免需要修改，剧本总是要不断打磨，才能变得更加完满。也是因此，我们才能选中更加适合带去绝望的代行者。你们的计划我们早已知晓，你的同伴都已落入黑潮，失去了锚定的方向，只会是涌现幽冥，无尽沉沦。而卡提西亚为他偿还代价的神明已死，你当真认为仅凭他自己的人性，就足以同利维亚坦的意志相抗衡？在困境中心怀希望，至少好过溺毙在迷茫中。描述人们在绝望中挣扎着走向末路的故事，历来更加扣人心弦。短暂的幕间休息，只能到此为止了。利维亚他已经结束了他的沉眠，他的怒火将随着他的福音一同蔓延。希望你们能够展现人类具有战胜神明的可能吧，证明你们的自由意志，证明你们具有书写命运的资格。但如果人类无法跨越神明的门阶，我们将会代替人类去书写新的命运。生命不过是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可怜的灵人在舞台上懊恼、张狂，在短暂的时光过后，永远消亡。我相信他们，正如他们相信着我一样。没错，在这场戏剧里，你一直是我们的主角。但如果我们口中的那位能够终结利维亚坦的角色，并非是身为主角的你呢？你们真正的目标，难道是？我不会插手他与那位大人的戏份。也请你稍作歇息，准备迎接独属于你的终幕吧。
一直是我。等待他的是另一个死局，而你自黑潮归来的亡灵，才是闯入我们剧本的能够终结利维亚坦的角色。我知道你所拥有的能力，为了不让你干预剧本原有的编排，我必须让你再次止步了。但我必须承认，加贝丽娜，你的成长速度远超我的想象。你是吞噬了多少残像，才成长到如今这个程度？我可不记得自己这一生中吃过多少龙涎果了。不过，作为一名长生者，以你所积累的岁月与见识，你不妨猜得更大胆一些。只是为了去拯救更多的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人。你可以选择去拯救他们，但唯独不该使用这份异于人类的力量去拯救。你应该也体会过，很多被你拯救的人并不感谢你，在他们眼中，你永远只是一个异类。那又如何？我亦愿如此。你的频率已经与残像的频率纠缠在了一起。你已经跨越了那道界限，这尘世已不再有你的岸。我曾邀请过你加入残星会，这份诚意如今也未曾改变。我们同为跨越界限之人。这里会有你的容身之所与一席之地。自这双羽翼显现后，我早就习惯了在天空翱翔。我不需要我的岸，更不需要谁人来为我定义。我只站在自己的这一边。若是追求力量，我们可以许诺于你，甚至是明示的力量；若是寻求拯救，我们也可以率领人类走向一个更高维度的未来。听起来还挺自诩正义的。人类的视野太过狭隘，无法理解我们所做的事业。倒是将自己和人类的界限画得清晰。行了，我对你们的理念和大道理都不感兴趣。要击败你的理由只有一个，你挡了我的道了。你体内的残像已经被我尽数剥离，失去了他们的加持，你又能做些什么？
没有自我的人，你总是借别人的面貌而活，而我向来绝对相信着自己。千万遍，我从鲜血与烈火中起身，走向那些排着队等待吞噬我的残像，和他们撕扯、残杀。我折断哈尔毕恩的锐翼，剜下巴罗尔的魔眼，杜拉汉的铁蹄也未能令我屈膝。黑潮的诅咒早已给我宣判了死刑，可我依然活到了现在。仅凭你的一个分身，也想拦住我？还是不愿意放弃吗？一时的口舌之力可以提起你的勇气，却不会让你的胜算多上一分。既然如此，不要再希望看见天堂，我来把你们领到对岸，领到永恒的黑暗，到地狱中去吧。斯瓦茨洛，我们已经到了。这些血液差不多足够了。我的火焰原本无法触及你分毫，但现在，你该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了。狩猎开始了。你的火焰净化了那些被污染的频率。正中靶心。愿以此火照亮你们的归途。真是令我意外。我以为你足够了解我呢。好猎人，总要学会利用周围的环境，将它改造成自己的猎场。还是说，你也误会了什么？未必是因为你们，我才变得强大，而是因为我足够强大，才驯服了你们。我觉得不是这个。没想到那些魂灵竟然愿意听你差遣，将频率聚合为素海之精的形态来帮助你。并非差遣，而是他们凭最后的意志做出的选择。在灾难面前，人总是会凝聚起一切希望。像你们这样空虚的存在，永远也无法理解这种情感。但你应知道，就算你吸收了他们频率里的污染，进化也只是暂时的。卡戎也不过是他万千分身中的一个，众灵拖不了他太久。当然，
所以我们更要抓紧时间，去向他的身边了。玄游天国那边爆发了战斗，余波引发的坍塌封死了原有的道路。走哪边？左边，朝近路。左边可没有路。所谓道路，都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因为亚坦的威压增强了，眼翼无法再维持长时间飞行。眼魔已经标记出了合适的位置，结合影魔的力量，瞄准掷出羽刃，就能实现快速转移。业务已标记，一击解决吧！利用羽刃穿梭移动的同时迅速击杀怪物，就用这个办法加快速度。西美拉。为我撕开帷幕！有我杀死，就将永远死去。多少都一样。人类的杀戮，任我大快朵颐。注意！都做好赴死的准备了。很快，就轮到你们的神了。慢一些，我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冲过去，以我步入地狱之门，就快到了。你来晚了一步，至纯的黑潮已将它吞噬，通往天国的长街也已经崩毁。无论你如何追赶，终究只能与机会失之交臂，这就是命运。如果我如此笃信命运，便不可能走到今天。仅凭这点火焰，就妄想点燃这片至纯的黑潮，不自量力。我当然知道，如果这些火焰还不够，再加上这些，怎样？你想解放体内残像的力量？不用等黑潮侵蚀，这些狂暴的残像频率足以将你的意志率先烧成灰烬。我能驯服他们一次，就能驯服第二次，无非是代价多少的问题。如果救下他，就能换来一个击败利维亚坦的机会。
赌上我的生命，我的意志，我的一切。你真是个疯子！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的火更加炽热？怎么，连你也怕了？你迄今所积累与保留的一切，都会付之一炬。那便付之一炬。同样的问题，与我一同狩猎，或者一同赴死。如果你想亲眼见证利维亚坦的陨灭，你仍有选择我们结局的机会。但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我曾无数次呼唤你解放体内的力量，促使你转变的，竟然是这样的理由。只是为了一个渺小的希望，却要赌上自己的一切，值得吗？我愿为此不计代价，在所不惜。如我所想，他一定会前来拯救你。即使燃烧自己全部的筹码，充其不过化身一缕微小的火苗，却妄想以此对抗黑潮的狂澜。等待你们的只有一个死局。现在，漂泊的来者，请再次披上那俊美的袍。这无人的舞台，你早已认输于心。已经过去多久了？看不见道路，找不到方向。前面，那是……死亡，神明赠给人类的礼物。那些你所珍视之人，有幸留有名姓，被镌刻在这块古老石碑之上。但更多的，与你有关的那些人，你已经忘记了他们，如雨滴飘落于海，都被遗忘在了这片海中。而终有一日，这些石碑也会随着你记忆的更迭，沉入海底。我不会遗忘他们。你变得和过去不一样了，你依然和以前一样坚定不移，但却变得比任何人都害怕失去。也因此有了弱点。那就继续向前吧，前方便是你的终点。
让喧嚣的舞台归于沉寂，他们都将在你的命运中退场，唯有你能谢幕。最终，来时或是去处，从来都只有你一人而已。这就是属于你的真相。阿布的状况早已被我们规划在剧本之内。即使击败利维亚坦，你也无法利用他的力量暂存他的核心。唯有那位自黑潮归来的亡灵，是我们剧本之外的变数。他能够补足你们缺失的力量，彻底终结利维亚坦。而当他舍弃、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之时，你们已经尽数无疑，所有的希望都已化为尘埃。黑潮的代行者，你拯救不了任何人，所能带来的唯有毁灭。看起来你并不喜欢这样的结局。好在你与他们不同，你的命运凌驾于众生之上，你仍有选择的机会。你总是想要拯救所有人，现在拯救所有人的机会就在你的面前，而你也对此早有觉悟。聒噪的家伙，该闭嘴了。哼，那些鬼话，你不会真信了吧？是我用了一些手段，闯入了这里。这里是利维亚坦利用最纯粹的黑潮频率，提取人们的深层潜意识所虚构出的心灵海。每个人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心灵海。也有人说，无数人的心灵海交汇在一起，构成了索拉里斯这颗星球最纯粹本质的内核。我漫游过许多地界，也未曾见过如你心灵中的这番景象。但这里，一定是一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地方。当我在这里看到克莱塔、布兰特他们，还有你，你们都就像最早我在那场幻境中看到的一样。利维亚坦抓住了你潜意识里对无法拯救、失去一切的恐惧，创造出了这些墓碑。看似最坚定独立的人，内心其实最害怕失去。他总是能找准我们的弱点，将我们内心深处的痛苦袒露无遗。如果被其影响，无法走出这里，我们的意识与存在都会被利维亚坦所吞噬、拆解、重组、同化。那种结局，与死亡别无二致。所以，你也可以简单将这里理解为一片生与死的交界。你的朋友们也正在同各自的恐惧与绝望对抗，但
能感受到吧？很温暖，也很真实。向上看。在外狩猎的时候，我经常需要在夜里赶路。记不清在多少个无光的黑夜里，是那些星光为我驱散了黑暗，指引了方向。但那些星星，并非是因我而闪耀，在我抬头前，它们早已伫立在那片夜空里。利维亚坦低估了人类的决心，这些墓碑在我看来，恰是由生者借机为他人立下的道标。就像那些星星一样，纵然注定会熄灭，仍不舍放弃照亮一瞬的执念。总有人前赴后继，以死问路，将希望托付给后来者。而我们，也并不会因为没有星光照耀，而停下赶赴前路的步伐。有时，你要做的，仅仅是迈出下一步。你的前行会为他人指引方向，被你鼓舞的人，也会照亮你的前路。我不知道你的过去究竟如何，但我知道，你的希望绝不会引向灭亡。害怕失去，是人才会拥有的情感。但你爱的那些人们，爱你的那些人们，也定不会让你独自走向末路，一个人去面对永恒的孤寂。这里远非你的终点。若要道路敞开，你已经帮助许多人锚定了自我与未来，而现在，该由你率先锚定自己了。临行前，再回望一下你的身后吧。你已经漫步无数旅程。无数的命运因你而连结交织，这是你来时的方向。过往会成为你前进的力量，但希望永远在前方。带上这枚火种。去踏上那段黑暗而又光明的旅程吧。我们很快就到。浪潮中的危机与相遇，正适合冒险故事的开幕，不是吗？善良的人将会得偿所愿，英雄总会在危难时刻登场，正义终会战胜邪恶，朋友聚在一起就不可击败。盛典曾言，带领我们越过风暴，顺利归航的，不是引航的灯塔，而是我们凝望岸边的双眼。不过不同的地方是，你也是能斩断循环、打破僵局的刀剑。就像我说的，将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音律本没有情绪，
是人的心赋予了它们意义。一往无前的人是不会被停滞不前的剑定义。即便有一天你遭遇了失败，也请记得，曾被你帮助过的人，不会让你独自去面对一切。命运的终点也许是绝对的，但通向命运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人之所以是万物的灵长，是因为我们可以去决定，去选择。文明的辉煌，应当是无数人前赴后继的成果，绝不是一个人孤高的勋章。反抗的浪潮不会停息，文明绝不会困死在明世塑造的铁屋中。撰写命运的权利，永远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纵然无人指引，即使神明缄默不言，文明也依然会找到自己的方向。你的命运与黎娜西塔本无关联，你已经没有战斗的理由了。我们共享着黑潮的记忆。光与暗的全能已被我们尽数洞悉，仅凭你孤身一人，如何与我们为敌？坚定这份意志，再一次改写预言，超越命运吧。如若前路无光，就以此身照亮黑暗。说得好！你绝不是孤身一人，我们都在这里。黑夜的尽头，即是如炬烈阳。漂泊者，我们都在这里。我没事，受了点小伤罢了。你没事就好。至于那位残星会的会长，也不用担心，自有众灵为他引渡。他为了帮助你，点燃了自己的生命，以超频的状态强行撕裂了黑潮幻境的隔阂。他的本源共鸣力一直在他的体内，从未远去。那些燃烧的生命力化作超频的火焰，为他净化了一部分残像与黑潮的污染，唤醒了他们。而我则替他承担了一部分超频的代价。我承认，他又一次赌赢了。他救了我，而你救了他。也许这一次我不是在赌呢。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就这么轻易死掉的。哼，去把利维亚坦杀给我看！奥古斯塔，终于认出我了。
变化不小，确实差点就认不出了。不过刚才那股温暖光明的共鸣力，我是不会忘记的。很高兴，你我的本心都从未改变。只是比起这个，还是先说说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黑潮被残星会人为引发，我们未来得及服下秘药，便落入了黑潮，也被利维亚坦拖入了深层幻境。但那些被黑潮一同吞噬的深海保护了我们，为我们争取到了服用秘药的时间。丽娜西塔的深海能够感知人类的频率，对我们做出回应。若是以希望灌注，自然也会回以我们希望。只是，仅有深海们的庇护与秘药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即使我们战胜了各自的幻境，仍需要锚定的力量，找到通往巡游天国的道路。但如果利维亚坦可以找寻一个现实的锚点，令黑潮造物降临现世，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精神的锚点，在黑潮的世界中找到方向。而这个锚点，正是你，漂泊者。即使深陷黑暗，也从未放弃；即使绝望缠身，仍坚信希望。正是这些信念，令你成为了大家的精神锚点。我们也正是循着与搭档之间那份坚固的链接，最终成功抵达了这里。我们也通过黑潮与你们共享了记忆。卡提西亚以自己的死亡作为诱饵，将人性投入到了利维亚坦的体内。凝视的形体已经被锚定，卡提西亚的意识还在其中沉睡。如果我们能够唤醒他，战胜利维亚坦的可能还会再多上一分。让阿布休息吧。击败明世之后，只要你能够将他的核心那枚宝石分离出来，我可以使用吞噬的力量，将它暂存在我的体内。所以残星会才将笔锋对准了你。但现在，我们都站在了这里，残星会拦不住我，利维亚坦也别想拦住我们。克里斯托弗认为他的剧本已经足够完美，却忽视了微小希望汇聚出的可能。击败明世，是我们所有人的夙愿，这也正是我们集结于此的理由。利维亚坦利用我们的情感与记忆，捏造出了这个虚假的天国，妄图令我们投身于他的怀抱与意志，最终收割我们的文明。但现在，他所勾勒的命运，该由我们粉碎了。只要我们都坚持着同样的希望与信念，利维亚坦便永远都不会如愿。走吧，是时候砸开这道天国之门了，去把这座城烧成灰。孕育利维亚坦的明世之茧，它还在不断扩张，侵入现实的裂隙。
制时空乱流，小心！送上门的礼，想要将我们彼此分离，逐个击破。那他可打错主意了。各位，注意到那些正在召唤怪物的茧了吗？将这些紫茧击破，天空中那尊与之相连的明世之茧，它的力量也会受到削弱。收到。交给我们。这场狩猎该结束了。大快朵颐，仅此而已。我这里的紫茧已经清除，你们情况怎么样？任务已完成，团长。精准、迅速，这种事情简直小菜一碟，我们早就搞定了。紫茧被摧毁后，这里的平台要崩塌了，当心！罗磊来。他帮我们稳住了时空乱流，跟上吧。其他人呢？我们没事，荣耀石像接住了我们，真威风。我们这里也有叹息古龙的援助。好，那我们就在前面汇合吧。众生需要拯救，众生需要连接。一人为我打开向上的门扉吧。你不是他，利维亚坦，现身吧！我是起源，亦是终末。我是自始至终亘古不变的里纳西塔唯一的神明。你们曾领受我的祝福，因我而连结，因我而诞生。为何要接连忤逆于我？弗洛德利斯已再度戴冠，回归我的怀抱。所有的异信者与无信者，现在领受你们的审判吧。英白拉多的权柄，如今已为我所用。这是分离的全能，英白拉多的力量竟然……既然是他从体内分离出的频率，我们对分身造成的伤害，一样会转移到本体之上。请小心，在此停滞。只要坚持战斗下去，我们也能够一点点唤醒卡提西亚，对吧？风动浪随。我是起源。赵正使，不必担心，治疗就交给我。之人，该你了。
奥古斯塔。我的剑，期待已久。我来为你们送葬。饱餐盛宴，别怕，有我在。休想得逞！风动浪锤，不易见血。我将于此宣告，弗洛特利斯，你姓沈。挑拨者，就是现在！他是想靠近那个明世之茧，补充自己的频率。交给我。辛苦了，现在我回来了。弗洛特利斯，要再次舍弃这份神格吗？此刻，我正是以人的身份站在这里。如果我的人性足以撼动你的意志，那我们同样可以击败你。妄想以凡人的意志对抗神明，那便让你们体会更深邃的绝望吧。维纳西塔的子民们，我在此呼唤，请将所有的希望与意志汇聚于此。负隅顽抗，那便在此决定黎纳西塔的未来吧。交给我吧。连明世之茧都用作了攻击，看来是打算与我们对视一战。可惜，这一击还无法将我们击败。黑暗的潮水已经被希望照亮，利维亚坦，你的灭亡早已注定。我的福音将如潮水般继续蔓延，直到永远。还在妄图用低语侵蚀我们的意志，这是所有黎纳西塔人的歌声。在绝望的尽头，希望的乐章终会再次奏响。利维亚坦，聆听吧，这是属于你的安魂曲。不管面对多么深切的绝望，人类总有勇气一直向前。这就是属于人类的赞歌。不退不降。我的旨意不容任何人忤逆。这里是我的国度。你所做的那些恶孽，势必得到清算。我们的明天绝不会任由你来摆布。无论你有多大的权柄，都别想染指我们的蔚蓝。虚伪的神明，我们会贯穿你的妄念，将你从王位上彻底击坠。以因白拉多之名，忏悔吧！我的权柄，我的力量。你的神躯正在崩溃，结局已经无可逆转。命运的流剂，这一次
它将指向我们所锚定的未来。利维亚坦，看好了，这就是所谓人类的意志。压迫者，我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给他来上最后一击。是什么？彻底了结了。利维亚坦，准备迎接你最终的审判吧！压迫者，上吧！利维亚坦，你该领受这份束缚，这份由人心凝结而成的愿望。布拉克萨斯，为何连你也要背叛我们？他在试图吸收场地中的黑潮，我会将宝石从他体内分离出来。剩下的交给我。我们的道路并非全然对立，终有一天会再次交汇。记住，我们也曾是你的路标。寻高君手中的提灯吧，这里面蕴藏着以纳布盖勒二世为始，历代修会主座的意志，也包含着我的决意与赎罪。用它的光芒来驱散这最后的黑暗吧，黎纳西塔一定会迎来一个崭新的黎明。这场灾难到此应该彻底结束了。那位主座也算是得偿夙愿，完成了他想要完成的命运。明世的造物已经崩解，我们未曾让他们跨过兽源的防线。黑潮本身也已退去，看来事情是都解决了。我不过是在其中出了一份微薄之力。这道防线能守住，真正倚仗的还是这些战士们。你们已经平安归来，我也该继续我的任务了。残星会的伤痕，他又一次逃了吗？
看来，你们这边也没抓住罪魁祸首。还有那个克里斯托弗，我会对他发起追猎，不会让他逍遥太久的。残星会，灾难虽然过去，但2座城邦均已元气大伤，我们都需要时间恢复，重建家园，不适合在此时追击。还活着的人，比应死的罪人更重要。但这笔账，我们可都记下。谢谢，丽娜西塔的英雄们。卡提西亚的声音。喂，卡提西亚，你这样就显得客气啦。我已经苏醒过来了。一人，我们拉古纳城见吧。击败利维亚坦，只是黎纳西塔新的一天的开始。看来大家都有许多善后工作还要完成呢。好在，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比过去的每一天更有希望。七丘城那边有不少事务需要我们处理，拉古纳城应该也是一样。七丘的问题交给我们就好，拉古纳要面对的问题与抉择，看上去可要比我们的更加复杂。事情处理完后，要来看看如今的七丘城吗？我会的。再会了，诸位英雄。菲比，啊，身体不舒服吗？你有些走神。不，只是刚才圣女大人传话的方式，就像狂欢节的天音一样，所以我在想，之前狂欢节上岁主落下的天音，难道也是？不会吧？还有岁主的那些建议。晚餐要使用青汁月桂沙拉什么的。这场灾难已经平息，但拉古纳人应该也意识到了。芬莱克主座为驱散黑潮而殉道。岁主也已然远去。对于拉古纳人来说，此时心中更多的，应该还是悲伤与迷茫。但看起来，克莱塔小姐，我和家族的成员们已经将损失全部清点完毕。这是明细清单，请过目。好，先行回收整理所有可用的救灾物资，余下的人手负责协助斐萨列治疗伤员。
罗斯玛丽已经将家族的药剂雾化，散播了出去，治疗的难度和压力要比想象中缓和不少，伤员很快都能得到相应的救治。起源星标的修复还在进行，但部分受损的公共深海已经可以重新投入工作了。残留的黑潮频率，都交给我来处理吧。来来来，伙计们，都来搭把手！佩洛这里还有很多工具。急速粘合枪。如果不知道怎么还原受损的建筑，我和斐林先生的共鸣能力可以帮上忙。英白拉多要是看到这一幕，一定会很欣慰的。系主说过，旧时代的风即将退场，新时代的船不再需要他引领航向，人们终将跳出他的预言与记录，创造全新的时代。现在，我已经彻底重生归来了。少女大人，琳娜西塔已经没有神明了，自然也不会再存在由神明选召的圣女，叫我卡蒂西亚就好。菲比，你对岁主的信仰向来无比坚定，却并非盲信愚从。你的信仰一直都源于对他的所行及理念的认可。英白拉多，他曾将流亡的百姓引导至群岛之上，而琳娜西塔人得以在大海上立足，真正依靠的是自己的双手与劳作。城中的圣像，虽是模仿着他的模样修建而成，但最终是由人塑造出了他所象征的信仰。我们曾因信仰团结一心，也为挣脱桎梏寻求解放。文明的道路并非一成不变，一切只取决于当下的需要。而那，也只能由构成文明的人来决定。起初如何，今日亦然。大家现在都有事情要忙，但之后要……菲比，有件东西我想送给你。这是岁主交给我的珍贵之物，它曾记载了黎娜西塔的过去，以及未来。黎娜西塔的未来。这里面是空的，记载的未来呢？
未来已经在你们自己的手中了。我明白了，谢谢你，漂泊者。此后，或许我也可以不用在人前隐藏面目，遮遮掩掩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也要参与到拉古纳的重建里去了。算我一个。拉古纳城的灾后复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漂泊者，辛苦了。举手之劳。说起来，菲比，你有看见加贝丽娜去哪儿了吗？加贝丽娜小姐吗？她帮我们完成重建后，好像往玛格列特餐厅的方向去了。
请给我来一份噗噗咩咩好吃到觉醒共鸣力口味的冰淇淋，我要超大杯的，谢谢。我看广告上说，只要大声喊出来这几个字，店家就可以打7折。你体内还带着那个东西，你的状态怎么样？这边的事情都解决了，我们最好早些回趟黑海岸。放心，有齐美拉压制，她目前还没出现什么异常。不过自从我吸收了那个核心，齐美拉就一天到晚叫嚷着，想吃点什么可以降温的东西。我没有。再怎么说，我也是人嘛，也会想要品尝好吃的东西。好吧，我这就跟你回黑海岸。阿布，准备出来开饭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还有，玛格列特女士，请来一份噗噗咩咩好吃到觉醒共鸣力口味的冰激凌，超大杯的，谢谢。2位英雄，你们帮助黎娜西塔度过了危机，现在该由我们履行我们的使命了，就，让英雄们吃好喝好。双倍加量，免费赠送无限续杯酒，客人请。我一个人解决不掉，帮我分一点。别总是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扛着，偶尔也可以试着依靠他人。这可是你说的哦。老样子，一人一边。总算吃饱了。我先回去休息啦。要缺一桩心愿，走吧，一起回黑海岸。黑海岸的船只应该已经停靠在码头了。幽灵猎犬佣兵团的团长，是个实力强劲、手段狠厉的人。在新联邦狩猎时，我和他有过一次短暂的合作。事情结束后，他还想拉我加入佣兵团来着，不过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也就没接受他的邀请。他们的路子很广，先前我用的那个提灯终端，就是通过他们拿到的。虽然看上去不是个好惹的人，但是感觉应该没那么难接触。毕竟他也参与了之前的战斗，帮助了黎娜西塔。日后若是你去到新联邦，一定会对他有更多了解的。
哟，漂泊者，看来黎纳西塔的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其他纸花已经先行回去休息了，之前他们可都是拼上了全力在战斗。等将明世宝石送至泰提斯，我也要好好睡上一觉。如果没有黑海岸的协助，我们在利维亚坦的计谋面前，只会是分身乏术，进退两难。请允许我代表黎纳西塔，向你们表示感谢。这本就是黑海岸的职责与使命所在，幸不辱命。事情结束后，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吧？这一路以来，也辛苦你了，加贝丽娜小姐。以我目前的状况，还没办法吸收那枚明世宝石。宝石会打破你体内力量的平衡，交给我就好。而且凭我一人，可做不到那么多事情，还是大家的功劳更多一点。如果你不来杀我，我们的目标也无法实现。坦白说，要在2位强大的共鸣者面前杀掉一个人，还要尽可能的不露破绽，然后走掉，的确不是个轻松的任务。好在，只要把心明确，子弹总有命中的办法。我并不需要和他们缠斗。只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营造出圣女已死的表象就行了。毕竟为了追求真实嘛。看来我的演技也还没生疏。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当做下次狂欢节的剧目？加贝丽娜对狂欢节有兴趣吗？岁主曾说过，不希望民众以沉重的哀悼来为他送行。大家的欢歌笑语，才是他最想要听到的声音。我们也会邀请七丘的朋友们前来，漂泊者，希望到时你们都能来参加。那就一言为定了。如果你敢缺席，绑也要把你绑过来。至于现在，看起来也到了暂时分别的时刻了。修会会重新选举新的领导者，从今往后，拉古纳的事务也不再由修会独断，会由莫塔里、斐萨列家族集合民意，一同商议。我们会逐步处理修会犯下的过错。拉古纳的未来将基于拉古纳人共同的意志决定，掌握在每个人手中。家族此后还会继续开拓黎纳西塔的对外航路，说不准未来某天我们就会在别处相见。但无论你何时回到黎纳西塔，你永远都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与朋友。包括这些小生孩们在内，我们会一直
牢牢铭记这份情谊。要是去到了哪些有意思的地方，记得把你的经历告诉我，我会把你的故事都写成诗歌，在黎纳西塔歌唱传颂的。别让自己压力太大，记得按时吃饭，生活永远最重要。相聚有时，离别有时，万物皆有其时。也请你接受这份以我个人名义赠予的祝福。愿你的眼眸永远清澈明亮，旅途永远有爱与光明垂耀。这自由广阔的世界，从来都是你的舞台。我相信，无论在何处，你永远都会是台上最耀眼的主角。奥古斯塔，你看，我就说赶得上吧。七丘的事务也处理的差不多了，余下的还有元老院善后。那种草率的告别可不符合七丘的风格，再远我们也要赶来送行。搭档总是一个值得追赶的人呐。一直以来，我们渴望胜利，追逐胜利，但对你而言，始终是胜利在追随你的脚步。下次见面，你一定还会变得更强，但我也一定会成为更强大的，能够与你匹敌的决斗士。你那甘愿奉献、无可撼动的，始于心灵的强大力量，已经高悬在七丘之上，时刻提醒着人们“英雄”二字的真正意义。与你并肩，是我们的荣耀。以长照不灭的太阳为证，七丘会永世镌刻你的英名。漂泊者，你所做的一切，绝不会被这个世界遗忘。一样的，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不许忘了我们。还有，七丘同样会举办庆典庆祝这场胜利，拉古纳人会来参加，你也不准失约。素海之精，你也要来为漂泊者送行吗？我可是还记得与漂泊者初次相遇时的情景呢。不止于送行，我想素海之精的意思是，想要为你们的返程护航吧。那就他日再会了。他日再会，漂泊者。情况怎么样？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明世宝石的收容十分成功，泰提斯系统已经开始全功率运作解析。坏消息则是，我们还原出的明世宝石并不完整。其中原因我们会继续分析，但能够成功收容一枚蕴含明世力量的宝石，已是人类在对抗明世与悲鸣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如果明世与文明注定相伴相生，也许黎纳西塔的明世还会以另一种形式降临。至少，就算他再次复苏，也无法取回这部分力量了。
我们也有机会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黎纳西塔，生骸之国，这倒是启发我了。如果残像可以被人类转化为生骸，成为我们对抗悲鸣的助力，或许明世同样也具有被我们加以转换利用的可能。哼，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具体的可能性还是得等泰提斯的正式解析报告出来后，我们才能评估。事情解决了就好。那么，我也该启程了。喂，漂泊者，我看他身手了得，又与我们形势相像，机会难得，要不要？黑海岸的成员们都将对抗悲鸣作为自己的使命。我想，我们的理念相合，目标一致，一直都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但我知道，以你的性格，一定不喜欢被这些身份所约束。只是希望你可以时常记起，在这条道路上，你也不是孤单一人。所以，凡是佩戴这朵黑花的，都是黑海岸的成员。无论你接受与否，在外若是遇见麻烦，他们一定会尽可能的为你提供协助。这样啊，好，那我就收下了。对了，之前我佩戴的终端被我用坏了，不知道黑海岸能否借我一个？给，怎么还用借这个字？坏了随时来换。谢了，那我们就有缘再会了。安吉尔，我的名字是安吉尔。安吉尔，真是个美好高洁的好名字。等等，黑海岸周围都是海，要不要我帮你备条船呢？放心吧，无论风暴还是大海，都拦不住他的。可真是让我好等啊！我说，你是怎么想出来那个法子的？甚至能在明廷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转移走。也许是受到了星之极域的启发。想象力，永远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提前在我体内种下黑潮的烙印。待侵蚀蔓延，我坠入黑潮世界的深处，频率也随之融入黑潮。
然后我便可以借利维亚坦的力量，在其中阅读到你的那些频率，将你在别处描述出来。只要掌握了利维亚坦的融合力量，现实与想象也可以交融，令虚构之事成为真实。不过，前提依然存在。只有等到利维亚坦挣脱岁主的束缚，取回对黑潮的控制，我们的计划才能完成。虽然比我预想中要晚上不少，但情节都没有偏离你的剧本。你为了这场戏，还真是没少费心思。这是一场试炼。文明的童年总会迎来终结。人类若一直蜷缩于岁主的襁褓之中，便不会得到真正的成长与转变。所以，我才安排了这场终幕。而对于那些无法超越自身、战胜人性中卑劣一面、打破自我领域的人类而言，他们也并不值得我们拯救。在我看来，人类不需要被拯救，也不应该自救。混乱与无序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人们要做的，是变得比世界更加混乱，更加无序。意愿拯救他人的举措一定会引发混乱。你希望以毁灭来达成拯救，而我则希望以拯救来毁灭一切。看样子，这个故事让你感到失望了。我可没这么说，我一直很喜欢你编写的那些故事。人们在无边的恐惧中逃窜，在无尽的绝望中挣扎，一切崩塌与失序，都会让我感到无比愉快。若是他们无法战胜那些困境，也就会走向我所期待的那个结局，走向永恒的混乱与痛苦。这也是我之所以愿意与你共事的理由。现在，舞弄人心的执笔之人，你已经和我一样恶贯满盈了。你的终幕又在哪里呢？我自己的终幕已经写在剧本之中了，但在到达之前，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仍会在舞台上，如一个幽灵般不断穿行，去提醒人们，要不断展望、磨砺、淬炼自己不息的灵魂。那位漂泊者还真没说错，你真是一个残忍而又极端的人。有时我甚至会觉得，你比我还要疯狂。疯狂或理智，又或是二者并存，都是自由意志的抉择。也只有真正的自由意志，才能与那潮涌的命运相抗衡。我们都想改变这种境遇，在潮涌的命运之下，没有人会甘愿只做一个谦卑的仆人。克里斯托弗，我将明世宝石交给了你，现在你却把它搞丢了。但我们真正想要获得的东西，已经牢牢握在了手中。而且，你已经看到了，即使是以利维亚坦力量构筑出的彼岸，也并不稳定，无法与你所追求的完美相称。
如果你仍想尝试，我十分愿意效劳。你的体内还存有多少他的力量？不多，但是足够了。我已经按约定帮助你完成了终幕，我们的组曲就在此画上休止符吧。悉听尊便，感谢您的盛情参演，弗洛洛女士。希望您终能如愿，构建出自己的彼岸。如果这样的世界真的无法改变，或许我会去寻找新的道路。没想到这位偏执的大小姐竟然也懂得了变通。不过，会长啊，就这样放任她自己行事，没问题吗？就行事自由、肆意妄为而言，你可是我们之中最没道理指责她的那一个。怎么没道理？在这方面，我远比她极致纯粹，而且这可不是指责。我只是想与他同行，为他的乐章再添点修饰罢了。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的理念如一，彼此的道路或许有分歧，但终究殊途同归。暂时的分道而行，也是为了寻找更多的可能。一切都是为了人类最终能够迈入那道永恒的门扉。我们在金州和黎纳西塔的目标已经达成，明示共鸣者、人造明示以及二次共鸣，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与手段也已经足够。接下来该去看看我们在拉海洛的另一项成果了。